3个月前，我看到一个视频，姐姐说，她每天都用圆规扎自己，说这样才有活着的感觉。这个14岁少年确诊抑郁症时，父亲把诊断书撕了粉碎，装病。我们当年饭都吃不饱，也没那么矫情。但几天后，家里真的永远少了一个人。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东北的某个客厅里，母亲正在哀求辍学3年的女儿出门晒晒太阳。广州的出租屋，打工的青年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写着：“对不起，房租在枕头底下。”而医院的走廊上，那份被撕碎的诊断书正在被扫地阿姨一片片扫进写着医疗废物的垃圾桶里。这就是抑郁症，它杀人不用刀。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抑郁症患者，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接近1亿，相当于一个省的人口。但那些比疾病更可怕的是，你就是懒，别想太多的指责。你知道当人对疼痛的麻木时，最怕听到的是什么吗？是你看起来很正常呀。美国精神学会的 DSM-5把抑郁症列为需要医疗干预的精神障碍。中国的 CCM-3更明确指出，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警报。人们愿意花2000块钱给宠物做美容，却觉得周围人的情绪崩溃是作秀，这讽刺吗？今天我们就要撕开这个矫情病的真面目。它不是情绪在感冒，而是大脑在溺水。昨天有条评论说，得抑郁症就是懒。我实验的我天天跑步，现在不也当主管了吗？如果我现在打断你的腿，然后骂你说为什么不能跑马拉松，这就是抑郁症患者每天听到别人给他说的加油。在正常人的世界中，每天起床、刷牙、吃早饭、上班、下班休息；而在抑郁症患者的世界里，起床需要说服全身细胞一起合作，挤牙膏像是在跑道上拉火车，打开窗帘的勇气需要预支3天的能量。难道这也能被称作懒吗？有个残忍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把抑郁症患者跟正常人放到装满水的浴缸里，要求他们拔到沙子自救，正常人几秒钟需要完成的事，而抑郁症患者会觉得他们不会活着而活活溺水。这就叫病理性丧失，不是懒。某心理学杂志研究显示，68%的抑郁症患者因为懒惰的指责延迟就医，导致治疗难度提升4倍。在一张家属撕碎的诊断书里，每一片都写着你不懂我的大脑正在发生什么，代表快乐的多巴胺浓度下降53%，控制情绪的血清素受体减少29%，保持理智的前额叶皮层的血液流速降低40%。所以说，这恐怕不能说是矫情吧。明朝的一书《景岳全书》早就写过，郁症初起，神形俱困，而今天还有人说着多晒晒太阳就好了。这就像对哮喘发作的人说，空气那么多，你倒是呼吸呀。或许我们有时候起床会感觉今天比较伤，觉得那天做什么都不对劲，但抑郁症患者每天的日常是这样的：早上8点的闹钟响了12次，身体就像沉在泳池底部的行李箱，能看到阳光在水面晃动，但每一根手指就像挂了铅块。更恐怖的是，每天睁开眼就像被扔进了同一个噩梦副本里。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做过残忍的实验，他把狗装进通电的笼子里，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掉，最后即使打开了笼子，它们也只是会躺着哭泣。这就是习得性无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也是同样的状态，这根本不是不想逃，而是神经突触已经被绝望焊死了。当你觉得没意思时，多巴胺系统还能释放15%的快乐因子，前额叶皮层能有30%的决策能力。但当抑郁症发作时，大脑的伏隔核将彻底断电，然后失去所有的欲望，海马体将持续萎缩，然后记忆被粉碎，前额叶血流冻结，然后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不是情绪，是大脑在病变。而某些抑郁症患者说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真正含义是，当爱人生日时，本该分泌催产素的区域死寂，毫无情绪波动；当看到流浪猫求助时，镜像神经元拒绝反应，完全不能理解现实的画面；当被恋人拥抱时，疼痛中枢的反应反而被激活。或许最深的愧疚是连愧疚感都正在消失。现在请你看看手机右上角的时间，它还在走吗？而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里，掌管时间的海马体已经被泼了强力胶，把昨天、今天、明天捏成了一大块。失恋的时候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对他们而言，时间本身就是伤痛。正常人的心理波动可能是周一分手痛哭，周三被美食治愈，周末就有了个新约会。而抑郁症患者的时间轴里，1月1日是灰色的，1月8日是灰色的，1月15日手术刀般精准的绝望也是灰色的。每年人复制粘贴365次，也同样是灰色的。神经科学证明，长期的情感冻结会导致
性能核增大17%，大脑变成过度敏感的警报器，默认模式网络异常激活，陷入无限自我攻击的内耗循环。前额叶皮层每天流失几万个神经元，大脑完全无法做出理性决策。抑郁症患者口中的生而为人的最终困境是，明明看得见出口，大脑的神经网络已经被绝望改写成了死循环，渴望求救，但语言中枢已经被按了静音键。最恐怖的是，连恐怖的感觉都正在消失。下期我们将解开抑郁症形成的原因，但在此之前，请你做2件事：第一，或许点赞会把这条视频推给正在苦苦支撑的人们；第二，留言说出你身边的故事。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下期再见。